看好喽！哒哒哒哒，我买了一对花瓶，我就想，哦，我的天呐，它竟然有出水孔！你可以看到，它其实是个箱子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Cleo，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买的家具，还有一些装饰品。我最近在搬家，所以我想要买一些新的装饰品，布置我的家。然后我就去了昆明的一个二手市场，里面有很多古董、古玩。二手家具、二手的画，然后在视频的最后，我会告诉大家我这次采购花了多少钱，你一定想不到。好了，那让我们赶快开始吧。我们先从最大件的开始。我觉得我买到最大的一样，应该就是这一。不是这个，这是一幅画，你绝对猜不到它有多大。看好喽！哒哒哒哒，它有这么大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看清楚。它是一幅花鸟画，因为我的墙壁是黄色的，这个是黄色的，所以我觉得这幅画跟我的房间很搭。它是一幅很大的花，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很多花，有粉色的花，有红色的花，然后背景是黄色的。这里还有2只蝴蝶，然后这边还有2只鸟。我觉得它可能有3米，我觉得它可能有3米长，是一幅超级超级大的画。我一看到它，我就觉得我必须买它。它跟我的房间实在是太搭配了。你可以看到是这种很传统的中国画，然后我还能够看到这些非常漂亮的细节，是一幅非常好看的中国传统画，我们叫工笔画。因为我想给大家拍视频，所以我还没有把我的房间装饰好。如果等我把我的房间装饰好，我也可以给大家看看这幅画在墙上面是什么样子的。然后在视频最后，我告诉大家这个花了我多少钱的时候，你们肯定会吓一跳，因为保密。到最后你们就知道了。好了，然后接下来我买到了2幅，也是2幅画，不过这2幅画是已经裱框了，它已经裱起来了。如果画是有相框呢，我们就可以叫做这个画是被裱起来的，它是被裱起来的。你可以看到，这也是一幅非常大的画，它画了一棵树，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果子，可能是李子，总之是一种黄色的果子。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只鸟，是一幅超大的画。然后接下来我要给大家看的是这幅竖版的画，它也是一幅中国传统的画。这里有栀子花，这个可能是栀子花。这边还有一只非常非常漂亮的鸟，它的眼睛里面好像有泪水。然后这边有2只这里有3只小蜜蜂。这里还有1只，这里有4只小蜜蜂，然后这里有白色的栀子花。然后这边是很大部分的留白，非常有意境，非常好看。然后接下来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花瓶。
我买了一对花瓶。这一对花瓶其实原先是装酒的，它是用来装酒的。这是一个酒瓶盖子，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花瓶，可以插一枝花或者2枝花，一定会非常好看。它的材质是陶瓷的，你可以看到它下面还有这瓶酒的生产日期，还有专利号。是一对非常好看的黄色花瓶。然后我要给大家看的是另外一对花瓶，我买了2对花瓶，是一对粉红色的花瓶，它有玫瑰的花纹，特别好看，可以用来插花。这个上面还有一个龙的图案，这个上面是玫瑰的图案，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看。然后我还买到了一只杯子，这是一只蓝色的杯子，上面有2只小金鱼，我觉得这只杯子也非常的复古，非常的好看。然后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这个画，它可不是简单的画，它是玻璃画。大家知道什么是玻璃画吗？就是直接画在玻璃上面的画，所以他们画家需要反着画。你想象一下，这是一块玻璃，它需要反过来这么画它，所以非常考验画画的技巧。他画的也是花和鸟的图案，但我非常喜欢它的颜色，因为它的颜色不像是这种画一样，它是比较传统的中国传统的颜色，比较淡雅，比较冷的。但是这边的颜色你能看到非常鲜艳，有这种非常饱和度非常大的黄色，还有粉色、红色，还有这里有绿色的树叶，它的饱和度也非常大。我觉得是一幅非常非常漂亮的玻璃画，非常特别。然后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是这个，它是一只小猫，但是你们绝对猜不到，它是一个水壶，你可以往里面装水，然后它是可以用的水壶，你可以用来泡茶、泡咖啡。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一只非常可爱的小猫瓷器，但是老板他打开了这只这样才是正面，它这里有一个小小的蝴蝶结，然后老板就打开了它的头，我就想我的天呐，它竟然有出水孔，它竟然是一个水壶，我就觉得我的家里面必须有这只可爱的小猫，所以我就把它买下了，是一只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猫。它是一只水壶可以用来泡咖啡或者泡茶。接下来我买到了一个鼓，一个非常传统的小鼓，非常可爱的小鼓。我觉得无聊的时候也可以玩一玩。然后我想给大家介绍的是我淘到的一些书，是非常老的、非常旧的一些书和画。这个是油画人物写生，它是一本写生画。什么是写生呢？写生就是比如说静物写生，就是你画不动的东西，你画静的东西，比如说画水果、画建筑，这些都是静物写生。然后人物写生就是这种，就是你有一个模特，
然后你要画这个模特，我们就叫做人物写生。你可以看到它都是旧时代中国的一些肖像作品，有农民，有工人，有不同职业的，还有男人，有女人，小孩儿，然后还有他们的穿着都非常的有年代感，非常的复古，让我想起了我妈妈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的穿着，还有他们的油画的技巧也非常的高超，还有少数民族的，还有小朋友，这是一个小女孩，是一幅特别有意思的画，有好多张。这个还有画家，这个我们就叫做人物写生，因为他们画的都是人，所以我得到了这一本油画人物写生。它这里写着是1979年，1979年的话，现在就已经有40多年了。然后它这边有一个目录，上面有20张画的名字，比如说第1张是学生，第2张是历史画习作，第3张是老农，第4张是农村姑娘，第5张社员，第6张渔岛姑娘，第7张翻身农奴。总之这些都是不同的人们他们的肖像画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写生。还有我买到了水粉画。什么是水粉画呢？这种用水粉这种工具画的画，我们就叫做水粉画，就是一些风景的、一些工厂的、一些林场的、港区的一些画，非常有意思。这就是我买到的2本画，这个也很久，这个是1978年的画，你可以看到这个边上都有黄色的这个印子，它是纸张泛黄的感觉，我也非常喜欢。还有就是这一本，我买到了一本圣经，其实不是买的，是我遇到的一个卖二手家具的老板，他卖很多东西，他又卖家具又卖书，然后他看到我对这本圣经很感兴趣，他就送我了这本圣经。你可以看到它的边缘是红色的，然后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它里面夹着一张小票，它夹着一张小票，这张小票是2012年的小票，也就是20多年前的小票，可能是这本圣经的主人他去超市买了东西回来，然后夹在这本圣经里面。他买了一些手帕纸，买了一些饼干，买了一些沙琪玛，然后买了一只板鸭，还买了土豆粉丝，买了杀虫剂，总共花了117元。是家乐福超市的一张小票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。然后这里面还夹着一片树叶，还夹着一片树叶，非常有意思，一本小圣经。然后我还有一本照相机使用与维修手册，也是老板看我对摄影感兴趣，然后他就送了我这本书。还有一本是大众实用美术字，里面就是一些美术字的设计，我觉得也非常有年代感，然后我就把这本也买来了。好了，接下来还有一样东西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后面的这个箱子。
它是我的一个小桌子，我可以在上面放东西，但是它其实是一个行李箱。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旧的木式行李箱，它是一个绿色的木质的行李箱。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个箱子，哈哈。然后我可以在里面放一些书，可以做一个收纳，同时它还是一张桌子。我可以放我的茶杯，有时候我还可以在上面写字，可以写东西，是一个非常好的行李箱、茶几还有收纳箱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到了最激动人心的环节，我要告诉大家这些家具花了我多少钱。首先，我们从你们意想不到的开始，这幅巨大的工笔画，再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幅巨大的工笔画花了我50元，它花了我50元人民币。然后要给大家看的是这2幅画，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？这2幅画，2幅加起来是50元，2幅加起来是50元哦。然后还有这一对花瓶，这一对酒瓶也是50元。然后这一对花瓶也是50元。还有这个杯子，花了我20元，我用20元买了这个杯子。然后就是这只小猫，这只水壶，这只陶瓷水壶花了我80元，这个有一点点贵，它花了我80元。然后这个小鼓，它花了我10元，然后就是这幅玻璃画，花了我20元，它花了我20元。然后还有什么呢？还有这些书，这些书一共是花了我20元。这本圣经是免费的，这个是5元，这个是免费的，这2本加起来是15元。然后还有这个箱子，你们猜多少钱？它花了我50元，我就获得了一个茶几、桌子、收纳箱、行李箱，我可以在好多地方用上它。好啦，那这就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我在二手市场买到的一些东西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二手市场，如果以后你来昆明的话，你也可以去看一下，它叫做潘家湾旧货市场，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东西，有旧的书、旧的画、旧的家具、旧的陶瓷、旧的花瓶，任何二手的东西你都能够在这个市场上面找到，非常非常有意思。所以这些东西加起来一共是300多点，我觉得是一次非常非常值得的经历。好啦，那我想这就是我想介绍的。我相信大家应该从这个视频里学到不少中文词汇吧。你喜欢这期视频吗？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然后你也可以在 Coffee 上给我买一杯咖啡支持我一下。然后我是 Cleo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